这两天也不晓得拍些啥子，没素材，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聊聊天，也回答一些吃瓜网友的一些问题，然后也对2023年做一个总结，跟2024年的一个目标跟规划。这是在我大儿子胖胖的房间里面哈。先说工作说起哈，我们那个米线店儿也开了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了，目前为止呢，生意都还比较稳定。其实说实话，开那个米线店儿对于我个人而言，赚钱的话是很一般的，但是我为啥子会选择在2023年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也就只是想利用我手上的现有的资源，带动身边的这一批人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再加上自己本身对吃、对美食也就比较感兴趣的哈。杨翠花的侄娃，其实大家都晓得哈，佟德香、潇洒哥哈，一个父母离异的，现在目前父亲也是在一个就是患病的一个状态下，就说白了已经失去劳动力了，不能赚钱了。然后上面还有一个70多岁的将近80岁的一个爷爷，然后还有一个几年前父亲是去了世的，目前就只有一个母亲，说白了都是苦命娃儿，对吧？你说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不帮他们哪个帮？你说带他们做一些短视频吧，自身一些天赋有限，因为做一些事情一定是要有各自的一些天分，然后有那个悟性才能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说我后面才会想到去做一些实体，能够真真切切的带上他们一起。但是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可能我也得罪了不少的人，包括身边的朋友、亲戚或者一些粉丝、网友哈。因为他们有些想法，就是说想拿些钱来入股我们的米线店儿，但是都是被我一一拒绝的。为啥子呢？因为目前能在我们店儿头入股的，一定是对店儿头能有贡献的，而且是核心岗位，比如说电商，或者是我们那个技术部门那个做米线的啊。你像我们现在开个店儿，20来万一个米线店基本上就落地了，然后你可能入个10%，也就是2万来块钱。然后一个月可能分个几千块钱，对吧？这样的事情当然是谁都愿意去做，谁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特别餐饮缺的可能不是拿1-2万块钱，真正缺的是人，去愿意来干事情的人。其实在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重庆那个品牌名我就不说了，姓邓的那个老师，他们在重庆开了有40家的面馆，但是管理的都还是井井有条。因为前几个月我们也专门在重庆去，然后拜访过他们，然后我们就了解到呀，他只要是那个核心的岗位，都会给一些股份。当然，他们那个总店那个营业额也比较高哈，一天可能30万的一个营业额。但是你想一下，那个洗碗的一个月能拿到8-9千，他那个岗位能不稳定吗？所以说，在我们店里面。后期我们也会鼓励，只要是在我们店里面上班的，不管你是哪一个岗位，你只要能够长期在我们店头，并且你的工作能够做到认真负责的，我们都可以匹配相应的股份。这样一个店儿生存起来，它就会良性循环。所以说前期我拒绝了很多想拿钱来入股我们米线店的，在这里还给那些给我打过招呼的那些朋友，不管是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说声抱歉。还有就是这个认知问题，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让他们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话，他就会觉得，大家不是都说的这个餐饮的那个毛利润，又特别是粉面，基本上达到50%-60%，对吧？纯利润基本上要达到30%乃至40%，但是在我们这边，这个利润就真的是可能卖1万块钱，就真的只有800到1000块钱的那个利润。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这个时代不仅是吃饱的问题，而且要吃得好，而且还要真材实料、干净健康嘛。所以这也是我们为啥子很多朋友到我们店里去吃了过后都会说，第一个量是绝对足的，而且是无限加米线；第二个真材实料，我不会说让你花了10几块钱过后去吃那个牛肉，只有那么2-3片，对吧？我一定是让你们在我们店里消费了过后，会让你觉得那10几块钱花的是绝对的值。而且我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下，其实你们吃越贵的食材，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利润是越薄的。可能说你吃一碗鳝鱼米线28块钱，
吃一碗那个牛肉米线18块钱，我们得到的利润还不如你吃一碗那个素米线我们得到的利润高。为啥子要这样做呢？说实话，还是我前面提到的，我想良性循环，真正让利让给我们的食客。那说下来年的规划，达州我的想法还是开到5到6家店，争取明年年底我们在达州能成功4家店。接下来就说下生活。其实2023年就是胖胖也长大了，然后也瘦了，长得还比较，用四川话来说吧，小伙儿比较撑头。然后团也健康的在成长，现在也能走路，也能到处跑了，也能喊个爸爸妈妈了，对吧？但是还有一件就是争议最大的事情，就是我的父母。有那么个别的朋友就说丈母娘是来帮我们干活的，然后我父母是来享福的怎样。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父母。老爸已经是71岁、72岁的人了，老妈将近70了。然后重点说我妈，从小就是做水果生意、蔬菜生意，年轻的时候全靠自己卖苦力，一背一背的菜，一背一背的水果，从车站背在摊位上面，一背就是几大百斤，所以后面导致他那个腰就劳损了，非常严重。就大家也晓得，最后也去做了手术确实现在在我们家头来，就帮我们煮点饭，帮团有时候就说煮点吃的，这也确实也只是他目前能做的一些事情。带娃娃基本上就不得行。我父亲大家也晓得，前几年做了一个手术，肺直接切了一半，本来自己就有一些基础病在身，说身体也都不是太好，这2天感冒了，还得那个吊水。他们一辈子年轻的时候绝对是能吃苦耐劳的，而且在我们那几年外头打工的时候，帮我们哥哥带2个娃儿，帮我们带了一个娃娃。要说那个那就怪我们个人生得太晚了。如果说我的父母现在也能跟我丈母娘他们一样的年轻，就说50多岁，60刚刚出头，其实帮我们带娃娃完全没得问题。话又说回来了，就目前我们一家人那个生活状态，连他们的儿媳妇儿，也就是我的老婆，她都没有去嫌弃我的父母不能帮我们带娃娃也好或者是平时帮我们做一些家务也好。我一个做儿子的，是不是更不能去在乎这些事情呢？在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事情，现在他们没得那个能力了，身体不允许了，过来享儿子的福了，是不是应该的呢？对吧？我觉得没得毛病，只要老弟身体健康，娃娃慢慢的在健康的成长，不用为了生活去到处去奔波，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幸福了。要比起我们之前在外面打工上班那段日子，我可以说现在那个生活已经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所以说我跟翠花2个人也非常的满足。然后今天就给大家说那么多，也没有提前进行那个语言的一个组织，也没有说去打个草稿，反正都是临场发挥，想到哪儿讲到哪个地方。但是每一句话都是从我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最后在这里也感谢这5年来一直支持超销处杨翠花，并且喜欢我们一家人的朋友们，感谢你们一路的支持与陪伴。最后祝所有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龙年万事如意，来年发财。